2022年春，山东济南东郊一处平凡的建筑工地，工人们挖掘机铲下的泥土中，突然显露出几块雕刻精美的巨石。当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时，面色骤变，这是古代帝王陵墓才有的石像生。随着层层黄土被揭开，一个尘封600余年的诡异发现浮出水面。一座编号 M49 的古墓深处，3具幼童遗骸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被安葬，2个孩子被塞入墓道墙壁中的狭小木箱，面部扭曲，一个头骨已破裂，而第3个孩子竟被火化成灰，诡谲地置于墓室棺椁之侧。这些幼小生命为何遭此奇异命运？是古代某种不为人知的诡秘仪式，还是隐藏着一桩无法言说的悲剧？当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宝贝从墓中出土，这座入选2022年度中国10大考古发现的神秘墓葬，等待着我们揭开它600年来的黑暗面纱。细雨蒙蒙的春日，济南东郊工地的挖掘机正在开挖地基，颤抖翻起的泥土中，几块巨大石块突然显露出来。工地管理人员走近查看，石块上流畅的线条与精美的雕刻立即引起警觉。这些不是普通的石料，而是经过精心雕琢的石像生，属于古代大型陵墓两侧守护的石雕像。消息很快传到山东省考古研究院，专家们赶赴现场进行紧急勘测。在泥土与碎石的掩映下，一块残破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。尽管石碑已经断裂，但济南王3个字依然清晰可辨。这3个字立即为这片区域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。根据元代历史记载，济南王应指的是张荣，他曾因战功卓著被封为济南王，其家族是元代最有势力的名门望族之一。这一推测让考古队对接下来的发现充满期待。现场随即被拉起警戒线，全面的考古发掘工作迅速展开。随着发掘区域的扩大，出土的墓葬数量逐渐增加，短短几个月内，已有50多座古墓被清理出来。这片墓地的规模远超预期，如同一座地下墓葬城市，静静等待着被世人重新发现。在这众多墓葬中，编号为 M49 的墓葬初看毫不起眼。它是一座土洞墓，由地面向下深挖，底部纵向掏出一个土洞作为墓室。考古队采取大接顶的方式，从墓葬顶端垂直向下发掘。墓道规模不大，底部甚至只能容下2个人站立，起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。这座普通的土洞墓规模中等，在元代相当常见。考古队以为只是例行清理，却不料即将迎来一个接一个的惊人发现。当发掘进行到墓道底部时，考古队员脸上的表情从平静变为困惑。在墓道的东壁，整齐排列着一道青砖矮墙，高约半米，与周围的墓道结构明显不同。墓道底部出现这样一个规整的青砖墙，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实属罕见。这道矮墙为何会出现在墓道里？在整个张荣家族墓园中，其他墓葬都没有类似装置。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家，面对这种异常现象也感到不解。这道墙似乎是特意砌筑的，不像是结构支撑，也不似常见的封门。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在保护或隐藏什么秘密。考古队决定揭开这道青砖墙，探查其后的奥秘。随着第一块青砖被小心翼翼地移除时，古墓的第一个秘密即将揭晓。墓道中弥漫着潮湿的土腥气，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冷感。考古队员此时还未意识到，这个看似平凡的矮墙后隐藏着一个将颠覆他们认知的骇人发现。当揭掉第2至第3层青砖时，一片木质痕迹突然映入眼帘。随着更多青砖被移除，木质结构逐渐清晰，几枚铁钉的锈迹显露出来。这不是随意摆放的木块，而是一个被精心制作的木箱，被牢牢地嵌在墓道墙壁内。清理继续深入，这时土层中却浮现出细小的骨头，最初被认为可能是动物骨骼。然而当更多骨骸显露出来后，在场专家脸色骤变。这些绝非动物骨头，而是人骨，更确切地说是幼童的骨骼。此时
一个儿童头骨从泥土中显现，体积只有成人头骨的一半大小。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个幼小的头骨已经坍塌出一个大洞，边缘不规则，像是遭受过某种创伤。考古队员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清理围绕在头骨周围的泥土，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墓道的墙壁内竟然埋葬着一个孩子。这种埋葬方式在中国古代墓葬考古中极为罕见，几乎闻所未闻。更为奇特的是，这个孩童被安置在墓道而非墓室内，似乎刻意与墓主人保持距离。随着发掘的继续，更多骨骼从泥土中被剥离出来。体质人类学专家赵永生被紧急召至现场，当他仔细观察骨骼排列时，做出了一个更为震惊的判断：这里不是一个，而是2个孩子的遗骸。2块不同的左侧胫骨清晰可辨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。第2个孩子的头骨也被发现，与第1个孩子的骨骼混杂在一起。这2个孩子被挤压在同一个狭小的木箱中，姿势极为奇特。其中一个呈蜷缩状，另一个的骨骼则已经散乱，头骨与肢骨混在一起。从牙齿的发育情况判断，这2个孩子年龄相仿，大约只有3至4岁。他们的乳牙刚刚长齐，还处在尚未开始换恒牙的阶段。如此幼小的生命，却在花蕾般的年纪凋零，然后以这种不寻常的方式被埋葬。这2个孩子与墓主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为何他们会被埋在墓道的墙壁内，而不是像传统那样安葬在墓室中？他们的死因是什么？为何头骨出现破损？这些问题如同重重迷雾，笼罩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上。在古代中国，墓道中安葬人的情况极为少见，仅在商代的一些大墓中有过类似记录，那通常与人殉有关。但人殉在汉代后已基本绝迹，而这座墓葬是元代的，时间相距1000年。这种安葬方式显然不符合元代的主流丧葬习俗。考古队员带着困惑与不解，决定加快墓室的清理工作。也许墓室内的情况能够解释墓道中的异常发现。带着对更多谜团的预感，他们小心地打开通往墓室的通道，准备揭开这座古墓更深层的秘密。墓道的发现已经足够令人震惊，但没有人预料到，等待在墓室中的将是一个更为复杂而令人心生恻隐的家族悲剧图景。墓室的清理工作展开后，一幅600年前的生死图景逐渐呈现。墓室中央2具并排的木棺已严重朽烂，只剩下轮廓依稀可辨的木质残片。棺木中的骨骸保存状况虽然不佳，但仍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，显然是一对夫妻的合葬墓。这本是元代常见的丧葬形式，本应平常无奇。然而，在东侧棺椁旁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堆异常的白色灰烬。灰烬呈现出焚烧后的特有色泽，周围却没有任何火烧痕迹。更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些灰烬中夹杂着些许骨头碎片。体质人类学专家赵永生仔细检查后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：这竟然是人骨灰，而且从骨骼的形状和大小来看，是第3个孩子的遗骸。这堆骨灰被精心包裹过，骨骼排列紧密，似乎是用某种丝织品包裹后放置于此。木棺和墓室壁面上没有火烧或烟熏的痕迹，证明火化过程并非在墓中进行。更为奇特的是，从骨骼分析可见，这个孩子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被火化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墓主人身旁。至此，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浮出水面：在这座普通的夫妻合葬墓中，竟然埋葬了5个人，墓室内的夫妻2人，墓道墙内的2个幼童，以及墓室中被火化的第3个孩子。3个孩子皆未成年，却以3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安葬。在清理的过程中，考古队员还在墓室内发现了5块形状相似的鹅卵石，分布在墓室的3个不同位置：西南角2块，东南角2块，东北部1块，其中1块位于东侧棺椁外侧。这些石块大小相近，形状规整，明显是经过精心挑选的。它们不像是随意落入的石块，而是被刻意摆放，极可能是一种名为镇墓石的特殊丧葬物品。镇墓石源于商代，在中国古代丧葬中，
古人认为它不仅可以保护死者不受侵扰，更寄托了生者希望逝者安息、自身平安的美好愿望。这些石块通常与星宿对应，用以祈求神灵保佑。在这座墓葬中出现如此排列的镇墓石，暗示着墓主人可能担心某种不祥之事。更为罕见的是，在女性墓主人的口中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枚特殊的铜钱。这枚钱币直径仅约1厘米，远小于当时流通的铜钱。铜钱背面刻有寿喜2字，清晰可辨。这不是普通的流通货币，而是一种名为压胜钱的特殊器物，用于辟邪镇压。根据《中国钱币大词典》的解释，压胜钱源于古代神灵图腾崇拜和巫术盛行，用于特殊的仪式需求。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可能性，这家人可能经历了某种不幸或恐惧，才会使用如此多的防护性随葬品。3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与安葬位置，5块镇墓石的特殊摆放，以及罕见的压胜钱，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不安却又引人深思的画面。随着墓葬清理的推进，墓主人的身份特征也逐渐显现。西侧棺中的男性墓主人年龄约在30至50岁之间，其身旁放置着一件长方形的陶制砚台，4足支撑，周围雕刻着精美花纹。这件随葬品暗示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位文人，喜好书法或绘画。东侧棺中的女性墓主人牙齿磨损严重，齿质暴露成片，推断年龄约在50岁以上，可能比丈夫活得更久。除此之外，墓室中还出土了一些非常珍贵的随葬品，这些器物或许能进一步揭示谜团。考古队员带着更多的疑问，继续深入这个600年前的家族秘密。墓室清理过程中出土的器物远超普通墓葬的品质与数量，每一件都透露着墓主人生前的尊贵身份与优越生活。数十件精美瓷器围绕棺椁摆放，其中一件玉壶春瓶尤为引人注目。这件青白釉刻花玉壶春瓶，胎体洁白纤薄，釉色莹润，表面雕刻着流畅精美的花纹。玉壶春瓶是宋元时期流行的一种酒器，多为富贵人家所用。考古队员在提取这件瓷器时发现，摇晃时内部传来液体晃动的声响。600年过去，瓶中竟然还保存着液体。这种密封完好的情况极为罕见，或许是当年盛放的美酒或香料，为这件文物增添了无限神秘色彩。更为珍贵的是，墓中还出土了2件元青花瓷器。元青花被誉为中国陶瓷史上的蓝色传奇，以其独特的清亮发色和精湛的工艺著称，在当时价值连城。即使在今天，完整的元青花也是博物馆镇馆之宝。这2件元青花的出土，立即将这座墓葬的价值提升到一个新高度。考古专家估计，仅这2件元青花的现代市场价值就可能达到数百万元。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形制宏大的双鱼纹盆，造型饱满庄重，展现出元代艺术风格中典型的豪放大气。盆身上的双鱼纹样刻画精细，线条流畅有力，反映了元代工匠的高超技艺。这类大型器物在当时只有高级贵族才能使用，进一步证明了墓主人的尊贵地位。一件保存完好的香炉也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，香炉中还残留着香灰，这一发现对研究元代宗教习俗和熏香技术具有重要价值。考古队员计划对这些残留物进行进一步检测，或许能够确定当时使用的香料种类及来源。这些随葬品的风格与质量都指向墓主人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家庭。尽管这座墓的规模不如皇室陵墓那般宏大，但其随葬品的数量和品质却远超同时期的普通墓葬。从陶制砚台、玉壶春瓶到元青花，每一件物品都反映了墓主人的高雅品味和优厚条件。墓葬的规格与随葬品之丰厚，与3个孩子的不同安葬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个矛盾引发了更多疑问：如此富有的家庭，为何会将孩子以如此非常规的方式安葬？是否有特殊的宗教信仰或民俗习惯在影响着他们的决定？又或者，这些孩子的死因特殊，
迫使家人采取了非常手段。随着这些珍贵文物被小心翼翼地提取、清理和保存，考古队员逐渐将目光转向更深层次的问题：这个家庭究竟是谁？他们与济南王张荣有何关系？3个孩子的非同寻常死亡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，考古队员逐渐理清了这座家族墓地的脉络， M49 号墓的墓主人身份也渐渐浮出水面。通过对墓葬形制、随葬品特征以及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，专家们确认这座墓葬属于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的一部分。张荣在元代历史中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《元史列传》中有着详细记载，他出身于蒙古贵族，因在战场上屡建功勋，被元朝廷封为济南王。作为元代最有势力的名门望族之一，张荣家族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地位。这座大型家族墓地的规模与布局，正印证了张荣家族的显赫地位。M49 号墓的墓主人虽然不是张荣本人，但从墓葬位置和随葬品判断，因为张荣家族的重要成员可能是族中的一位中级贵族。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可能是张荣的近亲或重要部属，官职大概在中层，既不是最高层的权贵，也远非普通百姓。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期，蒙古族原本是有草原葬的传统，但统治中原后，蒙古贵族逐渐采纳了汉族的丧葬习俗，形成了独特的元代丧葬文化。M49 号墓的结构虽然遵循了汉族墓葬的基本形式，但一些特殊之处，如墓道墙内安葬幼童的方式，可能与蒙古族或北方民族的传统有关。元代的济南作为重要的北方城市，既是政治军事要地，也是商贸文化中心。元朝统治时期，济南地区的贵族生活奢华，大量中原和域外的奢侈品涌入贵族家庭。M49 号墓出土的元青花瓷器是景德镇烧制的高档产品，需要远途运输到济南，只有富贵之家才能拥有。这些器物的存在，印证了墓主人家庭的优越经济条件。从墓葬的整体结构看，这座家族墓地规划严谨，按照血缘关系和辈分高低有序排列。M49 号墓虽然规模不及核心区域的主墓，但其位置和规格表明墓主人在家族中仍有一定地位。考古队员推测，这可能是张荣的一位亲族，如堂兄弟或子侄辈的家庭墓葬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元代的社会环境与医疗条件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死亡有着重要影响。13世纪至14世纪的元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，战争、自然灾害和疾病频繁发生，尤其是传染病的流行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。据史料记载，元代曾多次爆发严重瘟疫，其中包括天花、麻疹和鼠疫等高致死率疾病。儿童因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，往往是疾病的最脆弱受害者。在缺乏现代医疗条件的元代，儿童夭折率极高，尤其是10岁以下的幼童。即使是贵族家庭的孩子，也难以逃脱这一命运。历史记载显示，元代许多家庭都经历过孩子夭折的痛苦，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。元代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民间信仰的复杂性。蒙古统治者虽然多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，但并不排斥其他宗教。在民间，道教、佛教、萨满教、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并存，各种信仰相互交融，形成了独特的元代民间宗教文化。这种多元文化背景可能也是 M49 号墓出现特殊丧葬方式的原因之一。同时，在元代社会，对死亡和灾病的恐惧催生了各种避邪避灾的民俗活动。无论贵族还是平民，都会采用各种方法来祈求平安，驱除邪祟。M49 号墓中发现的镇墓石和压胜钱，正是这种心理的物质体现。这些物品被视为具有神秘力量的护身符，可以保护死者安息，也能为生者带来安宁。随着墓主人身份和历史背景的逐步揭示，3个孩子的死亡之谜也有了更多解读的线索。通过对骨骼的详细分析，专家们得出了墓主夫妻的死亡顺序，妻子比丈夫活得更久。
女性墓主人的牙齿磨损严重，齿质暴露成片，推测年龄超过50岁，而男性墓主人则在30至50岁之间去世。在元代，这样的寿命对于贵族而言并不算短，但也谈不上高寿。更令人心碎的是3个孩子的命运，这3个孩子都未能长大成人，永远停留在了幼年时期。尤其是埋葬在墓道中的2个幼童，年仅3、4岁，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，却因某种原因过早地告别了人世。对于这3个孩子的死因，专家们提出了多种可能性。最有可能的推测是传染病。元代多次爆发大规模瘟疫，尤其是麻疹、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对儿童的致命性极高。如果一个家庭的3个孩子接连染病身亡，这无疑是一场难以承受的悲剧。特别是那个被火化的孩子，专家们认为火化很可能是出于防疫考虑，可能有跟传染病有关。一位专家解释道，他去世之后，因为防止继续传染别人，可能就地直接进行火化。这种推测符合历史上多次记载的疫病处理方式。如果3个孩子在短时间内是因为类似原因相继遇难，这对家庭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。此外，不同的安葬方式也引发了专家们的深思。为什么2个孩子被埋在墓道墙内，一个被火化后放在墓室中？这种差异处理可能反映了死亡时间的先后，也可能与死因有关。如果2个孩子是一起死亡，而另一个孩子是后来因传染病去世，这就能解释为何采用不同的安葬方式。墓道内埋葬幼童的做法在元代墓葬中极为罕见。有专家推测，这可能与某种民间信仰有关，如认为儿童亡魂需要特殊保护，或是希望通过特殊安葬方式为家族带来某种保佑。综合所有线索，专家们拼凑出了这个家族悲剧的可能图景。这对夫妻曾养育3个孩子，但3个孩子都在幼年时因病或意外相继夭折，其中2个可能死于同一事件，被安葬在墓道墙壁内，另一个可能死于传染病，出于防疫考虑被火化后才安葬。失去所有孩子的打击也许加速了男主人的离世，而女主人则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承受着失去家人的痛苦，直到自己也走完了人生。当这对夫妻相继去世，按照元代贵族丧葬习俗，他们被合葬在一起。安葬他们的人可能是出于对非正常死亡的恐惧，在墓中放置了镇墓石和压圣钱，希望能够保佑亡者安息，也保护生者平安。这是一个关于生死、亲情和无奈的故事。尽管相隔600年，这个家庭经历的痛苦与悲伤仍能触动今人的心弦。通过这座墓葬，我们不仅看到了元代的物质文化和丧葬习俗，更窥见了600年前一个家庭的爱与痛。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的发现，不仅揭示了一段尘封的家族悲剧，也为元代考古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。这处墓地因其规模宏大、出土文物丰富、历史价值显著，被评选为2022年度中国10大考古发现之一，同时入选山东省5大考古发现，彰显了其在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地位。从考古学角度看，这处墓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。首先，它是目前发现的元代规模最大的一处家族墓地，共清理出土60多座墓葬，为研究元代宗族制度与家族结构提供了珍贵实例。墓葬群按照血缘关系和辈分高低有序排列，清晰展示了元代贵族家族的墓葬规划理念。其次，墓地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，为研究元代物质文化与艺术提供了丰富素材。尤其是那2件完整的元青花瓷器，在元代墓葬中极为罕见，对研究元青花的产地、流通与使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此外，双鱼纹大盆、玉壶春瓶等器物都是研究元代陶瓷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。第三， M49号墓所呈现的特殊埋葬方式，为研究元代丧葬文化开辟了新视角。尤其是墓道墙壁内埋葬幼童的做法，在以往的元代墓葬考古中几乎未曾发现，可能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民间习俗或家族传统。
这一发现为理解元代多民族文化交融下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线索。考古队在发掘过程中还理清了陵园布局，发现墓地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家族谱系安排，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礼制规范与家族伦理。M49号墓中那对夫妻与3个孩子的特殊安葬方式，也为研究元代的生死观念和家庭伦理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。即使在贵族阶层，面对疾病和夭折时也同样脆弱和无奈。济南东郊的这片古墓群，如今已成为连接现代与元代的时空桥梁。M49号墓中的5口之家，他们的故事跨越600年的时光，触动着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现代人。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元代贵族的考古发现，更是一个关于亲情、生死与无奈的人类普遍故事。这个5口之家的安葬方式是如此特别，却又蕴含着深刻的情感逻辑。那对贵族夫妇在失去3个年幼孩子后，或许曾经历了无法想象的悲痛，而他们为孩子选择的3种不同安葬方式，无论是出于防疫考虑还是特殊信仰，都凝结着失去爱子的痛苦与对逝者的深切眷恋。墓中的镇墓石与压胜钱，则是他们对抗恐惧、寻求安慰的无声见证。这些不起眼的物品，承载着古人对死亡的敬畏与对生者安宁的期盼。时至今日，虽然我们的医疗技术已大幅进步，但面对亲人离世的悲痛与无奈，人类的情感反应却似乎未曾改变。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珍贵与脆弱，也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人类情感共鸣，让我们理解到，无论相隔多少年，我们与古人其实并不遥远。本期视频就讲完了，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。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互动，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